我们这一个环节是和蔡霞老师。蔡霞老师呢，听众朋友们也非常熟悉了。蔡老师出身于中共军人家庭，他在中央党校任教期间教过很多中共的高级官员。2020年，蔡老师因为在一次发言中说习近平是黑帮老大，而被中共开除了党籍。还剥夺了退休工资和所有的待遇，银行账户也都被冻结了。真的是有很多的听众跟我说，蔡老师2022年10月初，也就是在20大和白纸之前跟我做的那期播客，我为什么对中共失望，是最震撼他们的一期。还有好几位这个听众，年轻的听众跟我说过，那一期节目呢，他们用那一期节目和他们的父母政治出柜，就是用蔡老师就是他们的嘴替，就是用蔡老师的话来告诉他们的父母为什么我对中共这么失望。今天呢，蔡老师可能要谈一个可能应该有10亿人都会关心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可能的终局，是不是感兴趣？对，蔡老师您好，我们可能先谈一下周3的大阅兵。就是毛之后呢，就76年之后，中共一共举办过6场大阅兵，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各1场，另外3场呢都是习近平办的，分别是15年、19年和25年。我特别想问，就是您那天看直播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好，我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很高兴来参加这次不明白节的活动，能够在线下和大家见面也是我的荣幸。所以今天是来交流的哈。那个93大阅兵啊，实话说，我觉得这次是震撼了世界的。当然也震撼我。为什么？我从这个93大阅兵当中看到的是中共本质的赤裸裸的凸显和暴露，这是我看到的。为什么这样说？一个呢，就是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到的是炫耀武力。我这2天其实在考虑93大阅兵的时候啊，我把那个欧美国家的大阅兵和中共的大阅兵做了个比较，还把1934年的希特勒的阅兵，大家知道是不是？那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啊，和北朝鲜的《阿里郎之歌》，有多少人看过？没有，包括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就是05年的阅兵，那个2025年的阅兵，我都做了一个比较。你可以从头到尾感觉到的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话去看一看。我的建议就是说，看看欧美国家是怎么阅兵来纪念80周年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然后你再看看中国是怎么去搞这次的炫耀武力的这个大阅兵的。我看到的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世界和平，赤裸裸的威胁整个这个就是说世界各国，尤其是威胁欧美的民主自由的这个制度。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从头到尾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炫耀武力，这是中共的一个本质之一，崇尚武力，崇尚暴力。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大阅兵？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就是普希金3个人是吧？一框，旁边还加一个伊朗的总统。对，大家可以去看去。这就是说刚才那个我记得是查建英老师是吧？讲到了这个整个这个邪恶的一个轴心。大家知道2次世界大战时候有个邪恶轴心国，那么现在新的邪恶轴心开始出现了，赤裸裸的威胁整个人类和平啊。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是中共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本质，它的根本的目标是什么？权力。
权力至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根本的心理和根本的目标。第3个是什么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阅兵当中，你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谎言欺世，它真正是一个谎言党，就是说假话、欺骗世界的党。这个大家都知道，过去林彪有一句话：“不说假话，干不了大事儿。”是不是？真的吗？他真这么说吗？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去看去那个，然后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到现在还在讲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完全是欺骗世界呀，是吧？当然，我们讲40年代经历过那个2次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们，各个国家领导知道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向中国投降的时候，他是向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投降，跟共产党没半毛钱的关系。而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在那儿就是说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中流砥柱，而且还这次把各种各样的什么刘老庄联队啊，什么连啊，什么，以表示他们有那么多部队打仗，全是谎言欺骗。所以我觉得这次给我的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我没有想到，我昨天在那个推特上说了2句话，如果从一个文人来讲哈，这2句话好像显土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接地气啊。就是你见过不要脸的，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而且还是一个党，是一个政党，他敢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撒谎。好，那接下来呢，我经常和蔡老师对话的感觉就是，我最好是让蔡老师就一口气把他的逻辑就说完最好。所以呢，接下来我就抛出来一个问题，您就来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可能的终局是什么？然后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样子的？您为什么说这个习近平与中共必有一斗，但不是恶斗？我们听完了，然后我和听众们再来提问，这样效果可能比较好一些。好，是这样的。我想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讲说93大阅兵给我的震撼，就是它的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它的底层逻辑，用现在的时髦的话来讲，叫底层逻辑是什么？这3条是它的本质。那么因此呢，讲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和习近平有一斗，但它不是恶斗。然后这里面我们再讲它可能的结局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从去年到现在这一波的这个习近平将会是什么下场？这个在中文的尤其是简中媒体上讨论的很多，而且是非常的热。那么各种各样的什么中南海的这个传闻啊，北戴河会议的什么，各种领导人的什么会议发言啊，全都出来了。那些东西坦率地讲不可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习惯一条，见不得阳光，所以你本打算他把那些在顶层会议上的讲话拿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是你参与了这个会议或者做了这个会议的工作，而你又去对外泄露了这些东西，马上就是杀身之祸。所以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现在在顶层里边还没有出这么一个人，他敢这么做，是吧？所以我想大家不要去相信那些东西。那么我们讲要看什么呢？看他的逻辑是什么，然后再来分析他党内的几大关系是如何变动的。而这些变动，无论他怎么说谎，他在一些个客观上讲，他还会是有一些个迹象显露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到这个他的官方媒体当中去看。当然我们都知道反着看，这是一点。第2点就是有些东西它实在是遮不住的，它会有迹象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地方说起哈。我们先说他的这个崇尚暴力和权力至上这2条，在他党内是有基本的关系确定的。那么首先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他的所有一切活动机制的运作，他都是为着夺取权力，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那么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他的这个党章上，在这儿有没有过去曾经是党员的，包括我这个人啊在内，现在不是党员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则、根本组织原则是什么？4个服从。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这是不是仅仅就是一个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呢？不是，而且它是党内的根本的政治关系，它不仅仅是个组织关系，它是个政治关系。这个组织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背后，核心点是什么？权力。我们看，就是有权的得，就没权的得服从有权的，那就是服从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好，我们讲说，就是权力小的得服从权力大的，谁呢？就是下级服从上级。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别听他的，那是瞎骗人。我们可以讲，中国共产党人最少的就是中央的那几个，对不对？但是他可以拧着几千万现在成亿的党员的意志来干事情。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刚才那个严律说我那个就是说习近平是黑帮老大，你知道在那个就是那个发言当中啊，我其实前面加了几个字，我说这是几个人捏鼓出来的一个党的领导人，就是那些老家伙们互相做交易做生意，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8964以后那个8964当中啊，就是说究竟谁来当党的总书记？赵紫阳、邓小平和那帮老人们是要抛弃他的。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就是后来就把江泽民选出来。当时呢，江泽民到北京，大家去看那个邓小平文献第3卷，我不知道这句话现在还在不在里边，原在里边的有。人来人去，轮到你了。讲谁啊？轮到江泽民了。为什么？他前面挑了几个人都不行，因为呢，那8个老家伙们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最后大家同意了江泽民。为什么呢？陈云和邓小平做的妥协，就双方妥协，你知道哈，最后接受了。所以讲人来人去，轮到你了。那么我们讲全党服从中央，全党1亿的党员，现在9000多万，对不对哈？是选出来的吗？不是，没票，最后是他们这几个老家伙捏出来的。所以我们讲这里边这个4大就是这个根本原则，4个服从，说到底是权力至上，是权力是个核心。那么第二个关系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决定全局，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崇尚暴力，这是它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那么因此这里面就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党和军队的关系。我们讲就是党和枪的关系，是党指挥枪还是枪压着党？这个问题从中国共产党从它一开始成立以后，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等会儿讲习近平的变局啊，就是他的最后的那个究竟结局是什么，是吧？或我们讲可能的结局。当然我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给他算命，我们只能说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那个政局的这个变动。我们可以看到党和枪的关系在这一次这个几年来，就是20大以后，尤其从2023年以来的这个党内政局的变动，它是个关键变数，这是一个。那么我们讲哈，这个关系它具体到人身上是谁和谁呢？习和张，大家知道是吧？就是张又侠和习近平。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就是权力关系，这个我们后面还要讲。权力关系具体到这个党内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是党魁和这个党的这个就是前常委，就中共党的老人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共党的老人们一任一任的什么总书记啊、总理啊、常委啊这样，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政治集团的，就是老人的代表。那么现在呢，就是党魁现任的党魁是习近平，他和习近平和这些个中国共产党，就这些老人们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利益，就是保住权力地位，共产党不垮台，这个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这个1年多来在内在的一种变动，就是我们讲表面上你看不出东西来，但实际上里边的暗流汹涌。所以我们讲这是第2个关系。第3个关系就简单了，中国共产党它既然是个执政党，它就会和就是那个国内的民众的关系和国际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在一定情况下、一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国内民众，它的控制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讲在一定情况、一定条件下，它是有可控度的，它可控。那么现在呢，这种可控性逐渐的在松动。所以刚才那个袁立已经讲到气候，是不是？讲到2022年的那个我们讲北京的那个彭仔洲，是不是哈？那么讲到山东的那个小孩，济南的那个也是打，是吧哈？还有各个地方的，包括最近的江油事件啊，是吧？那个广州的那个武汉的金地那个广场的事件啊，这些，它的可控度在下降。那么，但是呢，它有不可控的地方。不可控的是什么？就是跟国际关系的不可控。那么我们可以讲到，你在国内你可以可控，控制住这么十几亿人，因为你的暴力，因为你的高科技的监控，他现在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拿来干什么？第一位的不是拿来增进人民的福祉，不是拿来增进人民的利益，而是拿来监控人民。他可以做到监控每一个人，对不对？那么我们讲说，当他在国际关系上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了。那么，所以我们刚才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戴博先生也讲到了中美关系问题，是吧？那么这个中美关系问题，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说，这次的这个93阅兵，恰恰给美国的2党是个恶性刺激。为什么？他们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亮剑出来威胁整个世界，尤其直接会对台湾提出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的国会里边，2党在台湾问题上，它是超越党派，它是有共识的，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国际93阅兵，对于欧洲国家是一个巨大的震撼。所以我们讲说，现在欧洲国家这个提高什么军费的这个开支，是吧？给乌克兰的那个加大这个支援力度，这都是中国共产党阅兵的时候不希望看到这些，但是阅兵过后，这些东西在全世界立即有反应。当然，另外一个题外反应就是150岁，是不是？如果说这3个家伙都能做到150岁的话，那你想想世界的和平受到多长时间的威胁，是吧？如果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哈，在国内，习近平要是真150岁不死，你拿他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就中国人要受多少年的这种极度的痛苦，这种专制统治。所以我们讲这些影响，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当初阅兵根本看不到的，根本想不到的。所以我们讲事实上现在内部在开始变动。变动的原因，首先我们讲哈，它的变动的起步在哪里？起步是党和军队的关系的变化。那么现在，我这么讲，就在座有多少人看这个简中的这个就视频？有多少人？请大家举个手。对，有，是吧？哈。那么，简中视频上最近就这2天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么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我是怎么注意到党和枪的关系，就习近平和张又侠的这关系，就一方代表是所谓中国共产党，一方是代表的军队。这个关系的变动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看2023年7月份，2023年7月份的最开始是火箭军的团灭，就是将领们。然后8月份是抓的李尚福，但同时在7月份，中央军委装备部纪检委有一个公告，就是从2017年10月以来的军队的装备采购当中的违纪违规的这个线索，请社会各方给他举报。那么这个东西大家看着表面看是反腐吧，
骨子里边，我个人的认为，它不仅仅是反腐，它是给张幼霞一个威胁。什么威胁呢？就是20大靠张幼霞上台就连任，然后呢过了河就得拆桥，所以呢我给他4个字叫什么？鸟尽弓藏。就是习近平认为他已经上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讲功高震主，你张幼霞可以拿枪杆子保着我连任，你也可以拿枪杆子来威胁我，那么我要反制你，怎么个治法？就是我从查反腐败。为什么我说这一点？因为张幼霞从2012年以后，她就是中国装备部的部长，就是，然后李尚福是装备部的2013年以后装备部的副部长，然后从到2017年以后还是什么时候，李尚福有1年的时间调出去，不在装备部。那么因此就是说，抓这个就是火箭军，后面接着抓李尚福。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现在知道了，那个简中视频上已经用过这句话了，就说最开始我们讲剪裙边，在23年的时候我们讲哈，从周边的线索查去，最后抓你，是吧？所以实际上这是军队里边，习近平想动张幼霞的剪裙边的开始。所以我们讲鸟尽弓藏。那么这种党和枪的关系的变化，并不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不是有根本的不同，价值观是不是有根本的不同，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威胁。张幼霞是意识到这种威胁，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所以我们现在再用4个字来讲，这个1年多他们暗中的较量是恐怖平衡，就是习近平不敢轻易动张幼霞，而张幼霞他也动不了习近平。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这是一个关键变数。这个关键变数为什么它可以影响中国的政局，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关系呢？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4个字：投鼠忌器。投什么？投鼠，那个鼠是谁？习近平。忌器，器是谁？是讲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船会不会被翻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文革结束就是终止的时候，当时讲说要想动四人帮集团，不敢下手，为什么呢？投鼠忌器。那个鼠是谁呀？就是四人帮。器是谁呢？是毛泽东。一定要等到毛泽东去世了以后，才能把那个就是他们四人帮动手。所以动手搞掉四人帮，在党内是有共识的，所以这个下手就很快。而且全党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对不对？那么我们讲呢，现在呢又到了一个投鼠忌器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如果说张幼霞和习近平的这种斗，到最后就是能够使得习近平下台，会不会把共产党的船也给倒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人们不愿意看见的，因为倒翻了船，谁都不能过日子了，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本来习近平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利用关系，他有个人的权利和打算，包括他不选这个接班人，不明确接班人，都是为了自己不断的掌权。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整体利益来讲，他要想保持他的统治，要长久稳固，他一定在内部要有接班人，要有梯队，骨干力量要有梯队成长。在外部来讲，他要把经济社会民生搞得至少能糊得过去。现在是经济民生糊都糊不过去了，那么这才逼得我们讲官逼民反呐，是不是？那么意思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那么就有一个老人们出来要制约这个习近平，你不能再这么为所欲为的用权力了。所以我们讲的，但是呢又不能把它弄成一个彻底的把它下台，因为如果说习近平是一种就是火拼的下台，它立即就会引起中国国内的政局的不稳。那么因此呢，这帮老人们又要保共产党的船不成，又要不让习近平那么一个就胡作非为，怎么办？现在就在内部纠结。我的看法大概就是这样。好，我来问问题啊，也欢迎大家提问，已经有不少很好的问题。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听下来会不会我觉得您可能还再多说一点，就是说这些元老们，
他们习近平已经上台12年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为什么现在他们会觉得习近平对共产党是一个威胁呢？好，这个说这句话我稍微要多说2句。习近平当初上台，坦率地讲，江泽民他们是有极大的私心的。中国共产党它就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一个政党。党内的很多人他是抱着权力在我手里，我下了台，后任还得拿着权力被我所能控制。这个道理是我最开始在我转业到地方以后，在工厂里边意识到的。因为老领导要下台，他要找一个新的领导来接任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找个听话的，然后谁听话我就用谁，管你这个能力水平怎么样吧，因为是我在后面操控你。那么因此呢，当初江泽民他们都认为这个家伙憨厚，看着他好像没啥那个什么，对吧？憨憨的，所以呢，选他。当时是这帮老家伙们觉得这个人弱，就习近平啊憨呐，江泽民说做主啊哈。而党内呢，还那个时候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一上台以后搞反腐，这个也是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知道是个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他，下横手和搞反腐就让他搞了。其实搞反腐是选择性的反腐，斩除就是所谓不是习近平的人，把自己的人拔上去。那个时候老家伙们都不说话，为什么？动的是他的下面的人，他下面的人不影响到共产党整体的执政的这个根本利益。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中国共产党党内其实人际关系、感情是极为冷漠的。它不存在一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它没有这一点。如果一旦说哪个下级那个被查到了，没有什么上级我替你担一把责任，我替你挡一把什么东西，没有。跟你讲，就是说查到你是你倒霉，别的人只要不查到我不说话，就是这样。那么到现在为什么他们要出来说话？因为习近平这么搞了10多年。然后不光是把党内搞掉了，把军队搞到现在就是你看着下面那个阅兵的人走路走得挺像样子的，但上面基本上是空的。我们讲军队的首脑机关的这个首领们的瘫痪。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经济社会。国际关系都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共产党这条船再要不去制约它，这条船是要翻的。所以呢，这帮老家伙们动他们自己下面的人，他不心疼你的，但是要动到连自己的后面日子都不能过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了。我自己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还有中共里面还有哪些老人？我自己的问题也是，就是说，在习近平高度集权、系统性的清除异己已经超过10年之后，那些被边缘化的建制派元老，他们还有足够的这种集体力量和影响力来推动这样的非恶斗的局面嘛？就说。这些人也是您说，他们也被盯得很紧，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被整天监控的情况下，然后他们的下属，以前的下属也都这每天被监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还能枪对，因为呢，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放在这种状况，放在2017年或者2018年之前，是不可能破局的，打不开一个缺口。所以呢，习近平他想干什么，就包括那个就是修宪和包括22大的连任，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就是说哈，那么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枪在松动，就是张又侠的那个军队在松动。张又侠并不是为了保这个就是推翻共产党或者推翻习近平，首先是保自己的命。这里边我就再说一点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是这样的。他用人的时候，他是要借你的力量去消灭异己，或者说排斥异己。等到把异己除了以后，他立即就开始对你产生猜忌。这种状况我们在刘源身上看到，在王岐山身上看到。所以的那个2023年7月份的那个军队那个公告一出来以后，我立即就想到第3回了，这就第3回。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请问
中共党内中层和基层党员为何不做出反对习近平的行动？难道他们不感到习近平对他们的威胁吗？就是确实就是党内反腐反了10多年，不管这些人是不是真的腐败，但是现在确实普遍的反应是中共的官员都是整天心惊胆战吧，也可以这么说。对。那么这里边呢有2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中国的这个体制是一个独裁专制体制，这个大家都知道。而这种独裁专制，它有2个特别的特点。一个特点大家都很明显的看到的，就是它的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它已经不再像希特勒那个时候。和也不像前苏联在1980年代以后，就1991年以前的前苏联，他的那个监控手段远远超过他们。所以这种情况下，中下层的官员和包括所有党员，他们是没有办法来那个，像他能监控到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讲呢，这是一个问题，他没法动。第2个，中国共产党党里边坦率地讲，怎么讲啊？我们过去讲过一个题，就是叫掐尖，是不是哈？就是越是精华、越是优秀的人才，他就是互相排挤嘛。他先要把你这样的人给挤出去。所以我们讲这个里边确确实实是容不得和容不下，就是比较正直的或者比较好的人。那么因此，剩下的那些人投机专营的，拿到了一官半职的人，这个时候往往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刚才也讲到了。内部关系是极度冷漠的，就是说，就是把你给抓进去了，反正没抓到我就侥幸过了一关。至于抓你公平不公平，我不管。所以我们讲哈，这种状况，坦率的讲，就是说不是现在，而是在2014年，他在军队开始那波反腐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还在党校呢。在党校里边，我们就有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说，那个习近平这么动军队，动党内官员也就罢了，因为党内官员手里没军队啊，没有枪呢。动军队也这么个动法的话，那军队不得反起来嘛？我也这么认为哈。因为我们党校还有一个老师告诉我说，不会的。我跟你说，你看好了，一个官的那个位置给动掉了，那个位置空出来了，谁上去啊？大家都盯着那个位置，就是后面排着队的想挤进那个权力位置的人多的是，所以他们不在乎动谁，他也不在乎你把谁搞掉了，公平还是不公平，他只在乎就是你这个位置空了，下次我能上去，就这样。所以这种情况下，坦率的讲是没有人来那个什么，这才有一个党内比较容易掌控和各个击破的问题。还有一条就是习近平上了台以后，不断的加强对党内的控制。大家知道什么同乡会、同学会，什么不可以是吧？然后不许几个人一块儿聚餐吃饭，对不对？还有2016年16届16届不是2016年是18届6中全会，习近平出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修改，如果研究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人，不妨把80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习近平2016年颁布的这个2个准则去对照一下，这里边的根本性的差别很大。就是他取消了党内民主，加强了党内的这个集中统一，你知道，这是一个。第2个就是说，他出了一个2016年的18届6中全会，我老要把话说错哈。2016年的11月份以后的18届6中全会的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颁布的，就是这个党员纪律处分。政治纪律的那个处分多少条？你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内，他就是拿着这些个处分条例和这种组织处理，恐吓每个人。因为处分一个人，不是说仅仅是那个你意见不同给你一个警告处理，而是说你的饭碗、你家里的孩子、你的什么什么全都要倒霉。所以这种对党内的恐怖高压统治，远远超过对普通民众的恐怖高压。所以我们讲这个是很难动的。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一旦习近平，如果习近平发现自己有被
面临被抛弃的危险，他会接受体面下台这样的选择吗？他难道不会用自己手中控制的，无论是军队还是这种安全的这些力量，反扑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这里面要讲一个那个，就是人的性格。习近平是张皇的时候，是因为大家没有胆量来跟他做一种博弈，而且你后来你也没有条件跟他做一种博弈。但他真正遇到那个很强的人，他也得那个什么。习近平过去在中央党校啊，那个就是习仲勋被那个党内60年代处理的时候，习近平是在中央党校和他的妈妈一起在中央党校住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他们在一起。然后呢，习近平带着一帮孩子出去打群架，结果呢，他号召出去打群架，好，大家跟着他去了，一看对面的人比他们这群人厉害。那习近平把人家丢下了，他就自己跑掉了，你知道吧？他就自己调转头，他就逃跑了。然后那帮人冲进去打的那个回头一看，头没了。对，这个故事其实很明确，就是可以很鲜明的看到习近平的欺软怕硬，欺软怕硬。所以我们讲在这一点上，就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何况王小红他们这些人，其实也都是树倒猢狲散的那个东西。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是什么在驱动习近平的行为？是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还是对共产党可能失去政权的忧虑和不安全感，还是其他？我觉得这个要讲人的野心了。那个我们可以讲人，或者讲人的贪欲吧，哈。就一般小老百姓贪欲，贪钱。钱多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官员贪也是贪钱贪官，是吧？真的。等到一个窃国大盗拿到这个国家以后，他贪的是什么？贪的是名分、名声。这个名声就是你究竟是那个千古帝王，就是我们讲那像秦始皇啊，像什么什么之类的，还是你像一个就是我们讲是。平庸的君主是吧？您说的是他的政治遗产是吧？他想要自己的政治，他的野心，他的欲望。我在这儿再说一点，就是说我稍微说2句啊。这个我们现在不说他是不是要称霸世界，他肯定想，是不是哈？否则他就不会去。我们讲这次的26个国家，那个4个就是专制4个这个叫什么来着的？就是叫什么？恐怖分子、恐怖国家的那个头在一块同框，是吧？邪恶轴心国。那个什么，其实它里面有个什么，说白了讲，丐帮领袖。我当时看的就是丐帮大聚会啊，丐帮聚会，26个国家他都是不那样，他是想着要，他讲什么建设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想着要拿中共的这一套秩序去改变现在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那么他就能够当一个世界级的领袖。他现在当了中国人的领袖还不牛。我再讲一件事情这个是真事儿。2012年他上台以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一个老人叫杜导正啊，不是杜导正，杜润生，就中国农村就工作研究室的一个老主任，很老了。当然，杜润生是一个老前辈。就是跟习近平他爸那一辈的人的一辈，所以呢，当时他的资历在全党都是很有威望的人。他跟习近平讲，他说毛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那个富起来了，是吧？哈，那你现在能干的事情，你要想青史留名呢，有2件事情可以干。一件事情就是搞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真正的就是推动。走向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打台湾去，然后呢，把台湾弄回来统一国家哈。这2件事情你干成1件，你就是青史留名。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哈。当时我们大家就说，他绝对不会搞政治体制改革，他要去打台湾，因为打台湾好打，他认为好打呀。所以我们讲，其实人的贪欲。他是有贪欲的，但他的贪欲和一般人的贪心
不一样。好，谢谢蔡老师。